我靠着摆摊算命，勉强糊口，差点连饭都吃不上。隔壁包子铺的老板娘见我实在可怜，招呼我过去吃了顿热乎乎的包子。为了报答这顿饭的恩情，我主动提出给她算一卦。没想到这一算，竟算出她女儿很快会有生命危险。老板娘一听女儿出事，脸色刷得变了，猛地起身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旁边坐着的一位大爷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打圆场：“大妹子别急，他可能就是随口一说，吓唬人罢了。”老板娘定了定神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小伙子，那我女儿到底有什么坎，该怎么破？”我需要她的生辰八字。老板娘立刻报出一串数字，我推算片刻，正色道：“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祸根，那人没安好心，早就计划好要坑你女儿。”老板娘表情松了松，女儿根本没说过有男朋友，看来这年轻人或许只是碰巧蒙对了一点。她语气缓和了些：“可我女儿还没对象呢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看看她到底有什么灾。”旁边的大爷也直起身，显得很有把握：“我算的肯定不会错，也可能是孩子没跟你说实话。哎呀，大妹子，这事也难说，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。”老板娘琢磨了一下，觉得有道理，便拿出手机拨通了女儿的电话。铃声响了2下，女儿苏荷很快接起来：“妈，怎么这时候打来？家里有事？”老板娘开了免提：“我能有啥事？就是想你了。倒是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你说什么呢？我哪会瞒你什么？店里这会儿不忙吗？突然打电话来。别扯开话头，老实跟妈说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苏荷心里一紧，不应该啊，妈妈在这边根本没熟人，谁会跟她说呢？她怎么知道的？你听谁说的？你别管是谁说的。苏荷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承认了：“是刚谈不久，所以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”你这丫头还真找对象了。今天要不是这位师傅看出来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什么师傅？你别被人骗了，现在外面骗子手段多着呢，千万别信。我不由苦笑，他一句话就把我归到骗子堆里去了。我接话道：“你男朋友比你大3岁，他有个表妹，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。你是谁？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？”我继续往下说：“那位表妹现在和你男朋友住在一起。”苏荷更吃惊了，有男朋友的事或许同事可能见过，但表妹同住的事只有他们3人清楚，外人不可能知道。她语气一下子硬了起来：“说吧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想干什么？要是敢骗我妈的钱，我马上报警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突然问：“你经济条件应该很不错吧？”苏荷冷嗤一声，露出真面目了吧？果然说到钱了，还说自己不是骗子。我有钱又怎样？你一分也别想骗到。我没理会他的态度，接着说道：“你男朋友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骗你的钱。”苏荷自然不信，我继续解释：“那个表妹也不是真的表妹，其实是你男朋友的老婆，他们早就领证结婚了，那孩子就是他们俩的。不过现在他们倒不是夫妻了，因为为了算计你的钱，他们办了假离婚。”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，苏荷更是脱口而出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对我特别好，什么都依着我，我们一直都很甜蜜恩爱，他怎么会骗我？而且他那个表妹安安静静的，每次我去，他都主动抱着孩子出去，经常刻意回避，根本看不出有问题。”我接着说：“其实他们俩也没什么感情，只是利益一致才凑在一起，所以藏得很深。两人的目标就是你的钱，就这1-2天，你男朋友就会和你聊投资项目的事。他不会直接借钱，但会想方设法让你主动投钱进去。你那个男朋友确实不是好人，他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计划好的。他的算盘是婚前尽量从你这儿弄到钱，如果顺利，明年就和你结婚。至于结婚的花销，他会找各种借口推脱，一分不出。婚后生活费也由你负责。等把你的钱榨干之后，他会给你买高额保险，再制造意外，用你的命换保险金。”这番话让老板娘和大爷都听呆了，电话那头的苏荷更是后背发凉。男友前2天的确提过想和朋友合伙投资，但当时自己忙，他也没细说。电话那头半天没声音，老板娘着急起来：“闺女，现在知道也不算晚，赶紧和那个混蛋断了，咱们可不能往火坑里跳，现在就分手。”妈，你别急，我知道怎么处理。苏荷匆匆挂了电话，我的话在他心里掀起了巨浪，久久无法平静。挂了电话，老板娘激动的不行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连声道谢：“小伙子，今天可真亏了你提醒，不然我闺女就真被那坏蛋给骗了，幸好发现的早。”说着走到柜台，拿出500块钱：“小师傅，这点钱是阿姨的心意，你一定得收下。我女儿的事太感谢你了。”我接过那几张红票子，高兴地放进兜里。种善因得善果，你要没请我吃包子，也不会有后面这些，都是缘分。说完，我转头看向大爷：“大爷，您这下可输了吧？”此时，大爷的眼神早已从不信转为佩服。老头子，我认输，包子钱我付。小师傅，你也给我瞧瞧呗。有钱赚当然不能放过。我连忙点头：“算一次500。”大爷很爽快，掏出500块递给我。我乐呵呵地接过钱，仔细端详大爷的面相。他双眼明亮，黑白分明，人中身长，是一脸福相，一生吃穿不愁，子孙满堂，无大灾大难。那小的不顺呢？大爷追问。我又看了看他，小麻烦倒是有一点，不过都是小事，不值一提。大爷一听就急了：“小事也是事，你说说看是什么事？有多小？”您99岁那年，我能活到99。不是您99岁那年，是您的坟到时候会被迁走，政府征地修路，还赔了你们家一大笔钱。大爷，您果然是财运旺，连身后事都能给子孙挣钱。老板娘忍不住笑出声：“老哥，
你这福气可真不一般呢。这叫什么福气？我才不稀罕。我向老板娘要了纸笔，画了2道平安符，递给她一张。这道符能用1次，千万随身带着，能保平安，遇难成祥。另一张则给了大爷，大爷接过符纸，小心翼翼地收好。同一时间，苏荷挂了电话后心神不宁，手里的工作文件根本看不进去，干脆请了假，直奔男朋友住处而去。男友不在家，只有那位表妹在。苏荷热情地和他拉起家常，慢慢聊得亲近起来。表妹正被孩子折腾得手忙脚乱，有人愿意搭把手，自然求之不得。苏荷趁她不注意，悄悄从孩子头上取了几根头发。随后，苏荷又借着帮忙整理房间的机会，从男友床铺上找到几根带毛囊的短发，觉得还不够，又把烟灰缸里几个烟头一并收了起来。拿到所需东西后，她找了个理由便告辞离开。一出门，苏荷直接赶往医院，托熟人加急处理，很快就拿到了检测报告。盯着手里的鉴定结果，苏荷的手指用力到几乎掐进掌心，果然是父子关系。握着这份亲子证明，苏荷毫不犹豫地向男友提出分手。证据确凿，对方无从抵赖，只得老老实实退还之前花苏荷的钱，两人就此彻底了断。而我辞别老板娘和大爷后，信步走到了附近的公园。周末的公园人来人往，颇为热闹。我便选了一处树荫下摆开算卦的摊子，刚布置妥当，一位巡逻的保安大爷就走了过来。他有些好奇地凑近，想看清我地上铺的纸写的是什么。我脸上扬起笑容，招呼道：“大爷，要不要算一卦？”大爷打量了我2眼，转身就走。怎么这就走了？这小老头脾气还挺倔。我正暗自嘀咕，就看见大爷提着个大喇叭又折了回来。他按下开关，洪亮的广播声顿时响起：“崇尚科学，远离迷信。”声音震得我一惊。大爷朝我露出一个格外热情的笑容，也不说话，只抱着喇叭静静站在一边。循环播放的广播声引来越来越多人注目。这老爷子是命里缺金吗？怎么专门盯着我不放？要不是我现在超脱3界5行，真想跟他理论一番。于是我收拾起摊子，换了个位置。刚坐下没多久，那位大爷又不紧不慢地跟了过来，喇叭背在身后，绕着我来回踱步。我实在委屈，我就是想挣点钱，这也不行吗？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忍到极限，无需再忍，干脆收摊不摆了。大爷，我不摆了，我就随便走走总可以吧？大爷笑容慈祥：“散步当然行。”说着关掉喇叭，却仍站在原地不动。我连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心里默念：别生气，气坏自己没人替，气到老头更麻烦。不再理会大爷，我独自往前闲逛，看着周围热闹的景象，心情不知不觉也明朗起来。公园里各种小摊琳琅满目，我好奇的东看西看，几乎见什么都想买点。忽然我停住了脚步，公园树林边有几个人正在野餐，欢声笑语不断，气氛十分融洽。我静静望着他们，踌躇片刻，最终还是走了过去。正在用餐的沈清雅看见我走近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帅哥，你是想来要我们微信的吗？”听了这话我也不恼，一群小年轻罢了，岁数还没我零头大，懒得跟他们较真。你们需要平安符吗？可以保佑你们诸事顺利，远离邪祟。保安大爷远远听见这话，立刻提着喇叭朝这边快步走来。野餐的几人纷纷望向我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这小哥过来不是搭讪，居然是卖符的。顿时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。可惜了，长得挺帅，脑子却不太正常。老天果然公平，你快回家吧，家里大人该着急了。还记得路吗？要不要我们送你？我还是摇头。真不要吗？可是你们坐着的地方下面有个人，他会一直跟着你们的。有人不高兴了。小哥，别乱说，哪来的人？我指向他们坐的位置下方，从这儿往下挖1米左右，有一具女性遗体。我又指向另一个位置，从这里往下挖10几厘米，有条手链，不信可以试试。有人吓得连忙站起来，也有人半信半疑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现在骗人的套路都这么新奇了吗？你7岁那年溺水，差点没救过来，之后高烧3天。18岁时父母离异，你跟了母亲。20岁谈了初恋，半年后对方出轨，还要我继续说吗？沈清雅脸色顿时变了。接着我走到保安大爷面前，大爷，您儿女双全，有2个孙辈，儿子在国外，您目前和女儿同住。老伴是退休教师，去年患过一场大病，对吗？大爷当场愣住，正要按开关的手停了下来，脸上写满震惊。他说的居然全对，那这地下难道真的埋了人？天啊，该不会真有尸体吧？野餐的几人瞬间想起我刚才的话，吓得全都躲到一旁，一时间气氛安静的有些吓人。突然保安大爷放下喇叭，卷起袖子说：“我来挖。”没多久，真的挖出一条手链，众人脸色瞬间惨白，大爷挖土的手也开始发抖。居然真有手链，这只是巧合吧？我没有说话，用眼神示意他继续。大爷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往下挖。很快，一截白骨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大爷吓得扔开铁锹，猛地跳到一边，一把年纪竟灵活得很。他面无人色，头一歪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胆子小的女生哭出声：“怎么办？死人了！”其他几人腿脚发软，惊惧地望向我：“你是神仙吗？”大家齐刷刷看向我。我瞥了眼悠悠转醒的保安大爷：“哪来的神仙？要相信科学，对不对？”保安大爷尴尬地笑了笑，笑容比哭还难看，结巴道：“报警吧！”说完，他自己掐着人中，大口喘气，差点这辈子就到头了。这时，比较镇定的人回过神来，掏出手机报警。我顺势开始推销：“需要平安符吗？
保平安辟邪祟500一张。哟！没人再敢怀疑我的话，几个人争先恐后的买下平安符，贴身收好，生怕晚1秒就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。符纸很快售罄，我喜笑颜开，大爷也颤巍巍的拿着平安符，喇叭被丢在一边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勘察现场后，将相关人员带回做笔录。此时刑警队的办公室里，有着10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林浩正在为我录口供。这位目击者，报一下你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。陆明大概1000岁，性别可男可女。可男可女是什么情况？林浩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我认真的回答：我男女都可以，看您需要哪一种。林浩严肃地说：我提醒你，妨碍司法办案，可处200到500元罚款，并处5到10日拘留。情节严重的，可能追究刑事责任，请你如实回答问题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要是男的不好，我可以变成女的。林浩一阵无言，转头在记录表上写了个男。你是怎么发现那里埋着尸体的？我推算出来的。林浩眉头紧锁，感觉自己快要失去耐心了。推算出来的？我郑重的点头。没错，就是算出来的。林浩将信将疑的扫了我一眼，直觉告诉他这人在胡扯。可其他目击者的笔录内容确实和我描述的完全一致。林浩忍不住又审视了自己一遍，干了这么多年刑侦，形形色色的人都打过交道，明白人不可貌相的道理，但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自称会算命，这谁能轻易相信？压下心头的疑虑，林浩再次深吸一口气，挤出一个尽可能温和的笑容。陆先生，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恭喜您，您快要当父亲了。林浩闻言一愣，您爱人已经怀孕了，而且是双胞胎。我侧过头，冷不丁地补充道：什么？我爱人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？这不可能！他话音还没落下，桌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拿起一看，正是妻子打来的。接完电话，林浩整张脸都亮了起来，激动的手微微发颤，嘴角都快咧到耳后，跟妻子告诉他怀孕了。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孩子，妻子为此总闷闷不乐，没想到竟然怀上了。刚去医院检查确认是双胎，已经2个月了。挂断电话，林浩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媳妇儿来电话说刚检查完，怀了双胞胎，2个月了，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！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纷纷上前道喜。林浩余光瞥见一旁的我，连忙抬手示意大家安静。我没理会他，转而看向另一位警察。你母亲昨天在超市抢特价鸡蛋时把脚崴了，对吧？对方怔了怔，随即点头。是的，就是昨天抢鸡蛋时扭伤的。这时，一位叫刘丽的女警带着笑意问道：算得挺准吗？那你看我最近会有什么事？你有比较严重的宫寒问题，每次月经期都痛得厉害，算你运气好，碰巧我这儿有专治这个的符。刘丽惊讶的点头。没错，每次来例假那几天我都痛得死去活来，中医西医都看过，医生说只能慢慢调养，药吃了不少，可一直没见好转。我拉开布包，一件件往外掏东西，随着拿出的物品越来越多，周围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张得老大。一叠现金，许多折成3角的符咒，空黄的符纸，朱砂，一支开了叉的毛笔，香蕉、苹果，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快铺满了整张桌子。见我还在不断往外拿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全都围拢过来，像看什么稀奇生物一样盯着我。那个巴掌大的布包怎么可能装下这么多东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太违反常识了。终于，我翻出一个叠成3角的符纸，递给刘丽。这是暖宫符，贴在小腹位置，大约1个月就能根除。刘丽呆呆地看着我，没有立刻伸手去接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林浩最先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目光在我和那个小布包之间来回移动，终究没忍住问道：你这包看起来不大，怎么能装进这么多东西？他的话再次触动了大家敏感的神经。我包里贴了收纳符啊，就是这种，只要贴在包里就能装下比实际容量多几百倍的东西。办公室里的几人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一张纸真有这么神奇？这难道是现实版的神话故事？好不容易回过神的刘丽连忙双手接过符纸。谢谢，真的太感谢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我伸出手，不用客气，付钱就行，500。刘丽愣了一下，随即爽快地掏了钱。我笑眯眯地收好钱，迅速将桌上的物品全都塞回包里。收好符纸的刘丽双眼发亮地看着我，心里暗自嘀咕：什么身为警察要以身作则，要相信科学，抵制封建迷信，这些念头此刻都有些动摇了。林浩用力抹了把脸，将话题拉回正轨。凶手是谁？你能算出来吗？或者还能推算出什么其他线索？我歪着头问。给报酬吗？给。得到肯定答复，我立刻眉开眼笑。那就给我死者的生辰八字，我可以试试看。这没有，我要是知道他的生辰八字，不就知道他身份了吗？那还用问你？我皱了皱眉。这样啊，那你们着急吗？不着急的话，改天也行。当然着急，这案子上面很重视，要求1周内破案。但现在掌握的线索少得可怜，只知道死者是女性，年龄大概25岁左右，生前可能遭受过非人虐待，肋骨几乎全断了，手指粉碎性骨折，死亡时间大概在5年前，时间紧迫，有什么法子？你尽管说。这样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可以把死者的魂魄照出来，你们自己问他吧。林浩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什么？小伙子，你让我去问鬼？那个我可能没听清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说，如果死者还没投胎的话，我可以把他找出来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。林浩扭头看向一脸震惊的同事王强，低声确认道：他刚才是不是说让我们去问鬼？是的。确定自己没听错，林浩看我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古怪。等到晚上跟我去公园。林浩沉默了很久，终于艰难地下定决心。好，
我们跟你去。我微笑着伸出手，外勤协助这块我不能白干，800，先付钱。行，这1000你先拿着。接过钱，我喜滋滋的就在警局里坐着等待天黑。深夜，我跟着3位警察来到发现尸体的地方，原先的大坑已经被填平了。我双指夹住一张符纸，低声念了几句，符纸无火自燃，眨眼间烧成了灰烬。灰烬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四散飘开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他们3人都觉得忽然冷了不少，心里莫名涌上一阵寒意，好像正被什么东西注视着。王强打了个寒战，心里嘀咕，肯定是衣服穿少了，早知道晚上这么冷，就该多穿点。可是大师，这儿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忘了你们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现在能看见了。王强夸张地眨了眨眼，又环顾四周，还是啥也没有啊！他话音刚落，前方的大树上嗖的一下，一个女鬼突然从树上倒掉下来，长发垂落，眼眶处是2个黑洞，一张嘴就不断往外冒血，声音含混不清，仿佛在说：“是你们在找我吗？”除了我之外，其他几人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刘丽尖叫声刚起，还没来得及晕倒，旁边的王强已经白眼一翻，直挺挺向后倒去。真不顶用。刘丽看着比自己先倒下的王强，心里犯嘀咕：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晕呢，这小子倒先躺下了。林浩办案多年，自认为心理素质过硬，此刻也是头皮发麻，四肢僵硬，脸上的表情像遭了雷劈，苍白的嘴角直抽搐。下来，我们有话问你。女鬼本能地感到我很危险，飘下树后躲得远远的，不敢靠近，用2个流血的眼洞既疑惑又恐惧地望着我们。我是林浩警官。林浩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和刘丽一左一右架起王强的胳膊，迅速推到我身后，放下王强、林浩和刘丽，果断掏出手枪挡在我前面。小仙，你往后退。我看着他们明明有些发抖，却仍坚定挡在前面的身影，心里有些触动。把枪收起来吧，这对鬼魂没用。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不会出事的。你们不是有话要问吗？抓紧时间问吧。林浩在原地僵硬了片刻，最终还是和刘丽一同收起了配枪。他掏出证件展示后，神情迅速恢复了镇定与锐利。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，现在正负责调查你的命案，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的身份信息以及凶手的线索，协助我们侦破此案。女鬼似乎想要开口，但一张嘴就有暗红的血液不断涌出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咿呀声，根本听不明白在说什么。这怎么沟通？完全听不清啊！我抬手凌空画了一道符，符文化作流光没入女鬼身体，紧接着女鬼的外貌开始变化，转眼间成了一位模样清秀的年轻女子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怎么躺地上了？王强揉着后脑勺坐起来，看清周围环境后，一下子全想起来了，猛地跳起，一把抱住我的胳膊，大叫：“大师，有鬼！有鬼呀！”我嫌弃的想抽回手臂，但王强抱得死紧，只好作罢。刚要说话，就见林浩回头狠狠瞪了王强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太丢人的责备。王强讪讪地闭上嘴，手却仍然紧抓着我胳膊不放，胆战心惊地朝四周扫视。女鬼不见了，倒是多了一位陌生姑娘。看来那女鬼已经走了。王强长舒一口气，松开手走到林浩身边，挤出笑容向那女子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是王强，请问你是？刚才怎么没见到你？”女鬼没有理会他，仍旧沉浸在纷乱的思绪里。凶手到底是？他茫然的低语，努力回想着什么。渐渐的，他周身弥漫的黑雾越来越浓，似乎突然记起了关键，猛地黑气暴涨，面容骤然扭曲。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王强吓得腿一软，我皱了皱眉，扬手凌空一挥，一道气劲拍散了大半黑气，女鬼也恢复了清醒，战战兢兢地低头缩在原地。老实点，问什么答什么，再不规矩，我就让你魂飞魄散。我看还是我来问吧。林浩点点头，跟鬼魂打交道，自己确实不在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遇害的？凶手是谁？女鬼低声啜泣起来。凶手是个男人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不认识，那是为财为色，还是有什么仇怨？都不是，那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眼看女鬼周身黑气又要翻腾，我屈指弹出一缕金光，打入她体内，黑气瞬间平息下去。林浩见女鬼情绪稍稳，才继续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全力追查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”我叫张倩倩，今年20岁，高中毕业，我就独自来这座城市打工。那天晚上，我下夜班，走到一条小巷时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口鼻。等我醒来，就被锁在一个房间里。你们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吗？他是个魔鬼，是个疯子。他用铁链锁住我，一点一点地折磨我。他打断我的肋骨，掰断我的手指。我不断哀求，可他根本不理。他每天换着花样折磨我，我昏过去又痛醒，反反复复，那简直就像活在地狱里。女鬼悲愤地喊叫着，仿佛又回到了被折磨的时光。几人听着她的叙述，久久无法平静。这还能算是人吗？女鬼说的对，那就是个魔鬼，是恶魔。林浩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这段时间里，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？”从我被他抓到，他就没开过口说过一句话。那他长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，他每次来都戴着一个鬼怪面具，我没见过他的脸，只记得他身形偏瘦，身高大概1.77米左右。你再仔细回想一下，他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？我想起来了，他的左胳膊上有一个疤，圆圆的，
像是烟头烫过的痕迹。还有一次他出门接电话，我隐约听见他好像说自己叫罗家豪，不过离得有点远，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听对了。你说他叫罗家豪？怎么了？你认识这个人？我有个远房表哥，就叫罗家豪。我开口道：有你这个表哥的照片吗？我看一眼就能确认是不是他。王强立刻拿出手机翻找，很快就调出了一张罗家豪的照片。我只瞥了一眼，便很肯定地对林浩说：去抓人吧，他身上背的可不止一条人命，至少已经害了5个人。王强和刘丽一脸难以置信，林浩也震惊不已。真的？可是没有证据，我们警方也不能随意抓人，必须要有依据才行。我当即开启天眼，仔细观瞧后说道：他家地下室有个暗室，里面现在还关着1个人，去晚了恐怕就没命了。至于证据嘛，我可以帮他下一道真画符，到时候证据自然会有的。不过嘛，这个要收费500块就行。好，钱马上给。我笑眯眯地接过钱说道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另外我再每人送1张平安符，贴身带着能保平安顺遂，驱邪避祟。500块钱换4张符，已经是友情价了。我拿出3张平安符递给他们，又看向女鬼：你先跟着我吧，等你的案子了结，我再送你去轮回。女鬼原本满腔怨恨，执念深重，因此在人间徘徊，无法往生。如今有人承诺为她伸冤，她也就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随即点了点头，结果用力过猛，脑袋咚一声掉在地上滚了2圈。她慌忙捡起来，重新安回脖子上摆正。好的，我听大师安排。我看着王强和刘丽吓得几乎又要晕过去，便取出一个色泽油润的小葫芦，打开盖子默念几句，女鬼便化作一缕黑烟钻进了葫芦里。林浩、王强和刘丽将平安符仔细收好，随后3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手中的葫芦上，内心的震撼已然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林浩3人返回警局，局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林浩敲门进去，将今天发生的事详细汇报了一遍。周局长一听就笑了：林浩进警队就一直是我带着，这么多年了，他的脾气我了解，什么时候信过这些？林浩见周局长不信，林浩又将经过复述了一遍，并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计划。周局长沉默了片刻，这听起来简直像恐怖片情节，谁能轻易相信？不过就按你说的办，如果那位陆先生真能让他吐露实情，你立刻申请搜查令，务必把人救出来。林浩领命后，迅速带人赶往罗家豪住所。刚洗漱完准备休息的罗家豪看着门口的一行人，脸色露出几分不悦。林浩上前出示证件：你好，我是市刑警队的林浩，有一起命案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，方便进去谈谈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一向遵纪守法，配合警方调查是公民的义务，请进。我走在队伍最后，趁罗家豪转身往里走时，将一道真画符悄然打在他后背上，符咒迅速融入他体内。我朝林浩微微点头，林浩心领神会，他取出在命案现场发现的那条手链，询问道：罗先生，你见过这条手链吗？当然见过，我杀掉的第一个女人就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手链，我天天都能看见，足足看了1个月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罗家豪话音刚落，整张脸瞬间煞白，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，拼命摇头：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想说自己没见过，可嘴巴根本不受控制，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浩心中暗喜，但脸上仍保持着严肃沉稳，看不出丝毫情绪。看来陆先生这真画符确实管用，这小子果然是凶手。除了林浩与王强，其他警员并不知晓真画符的存在，他们震惊地张大了嘴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看向罗家豪的眼神充满不可思议，真是活久了什么都能见到，还从没见过凶手如此毫无顾忌地亲口承认杀人。这人是脑子被门夹了吗？难不成是老天爷体恤他们办案辛苦，特意送来这么个贴心的罪犯？罗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杀了人？罗家豪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试图阻止声音发出，可根本无济于事，话语依然清晰地传了出来。没错，我是杀了人，而且不止1个。我想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我想出名，可我做不到，因为我的灵感早已枯竭，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。直到那天，我亲眼目睹一个人被车撞死在我面前，鲜血甚至溅到了我脸上，我竟然一点都没感到害怕。那种惊心动魄的刺激，反而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。我写的那本书一夜之间就火了。罗家豪越说越恐惧，内心疯狂呐喊：不能说了，快停下，停下来啊！可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，心底最隐秘的念头不断往外倾倒。罗家豪绝望地看着林浩亮出搜查令，只觉得一道惊雷在脑中炸开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很快，几名警员从地下室抬出了一名伤者，进去查看过的警员出来后面色惨白，不少人当场呕吐，那场面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。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之后的调查进展异常顺利。被抓的罗家豪在真画符的影响下，对警方的讯问有问必答，极为配合。根据他的供述，警方又陆续挖掘出3具遗体，甚至还牵出了一桩数年前的杀人碎尸悬案。6年前，一名约30岁的女性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肢解，凶手极为狡猾，将尸块分散丢弃在不同县市区，没有留下任何有效线索。当时案件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林浩曾带领团队没日没夜的侦查，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，案件一直悬而未决，这也成了他心中一块沉甸甸的石头。直到如今，罗家豪亲口供认，真相才终于大白。这起案件从启动到侦破，仅仅用了2天时间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，完全超出了林浩以往的办案经验。
由于之前的碎尸案设有5万元悬赏金，林浩为表感谢，又特意为我申请了2万元额外奖励，合计7万元。拿到赏金的我笑得眼睛都弯成了月牙。林浩3人热情地将我送到警局门口。陆先生，这次多亏你鼎力相助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不违反法律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林队太客气了，你也是付了报酬的，我们之间算是两清，不必太过放在心上。话虽如此，该记下的人情林浩自然不会忘记。对了，你那个真画符确实厉害，以后如果遇到棘手的案子，还能再找你帮忙吗？没问题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什么？震惊！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竟已告破，消息迅速在社会上引发轰动，直接冲上新闻头条。知名作家罗某某竟是变态杀人魔。罗某某为寻找创作灵感，残忍行凶，连环变态杀人案终落幕。罗某某恐怖小说情节竟源于真实犯罪。回到住处，我先将女鬼的魂魄超度，随后补了一觉。醒来时已是夜晚，察觉身上的功德金光比之前明显浓郁了不少。现在这具肉身还是太弱了，得加紧修炼才行。我在露台上用石块布下一个小型聚灵阵，坐在阵眼中心开始打坐调息。经过一整夜的修炼，体内排出一层污浊，顿感身体清健如燕，灵力也比之前精进了许多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。除了吃饭，白天黑夜我几乎都在露台上修炼，闲暇时追剧。这样过了1个月，灵力总算有了显著提升，对付些寻常鬼怪已不在话下。这天晚上，我心情颇佳地走出小区，直奔热闹的小吃街，打算好好犒劳自己一顿。正在品尝烤肉串时，看见一个穿着青蛙玩偶服的人拎着一串小青蛙气球，在对面的台阶上坐下。从身高判断应该是个男性，我注视着他，心里暗暗摇头，这是哪来的倒霉孩子，身上的晦气隔老远都能看见。日行一善，既然碰上了，就顺手帮一把吧。我走到他身旁坐下，从小布包里取出一张纸，在他面前展开。看相卜卦，一卦500，不准不收钱。男人愣了一下，撇了撇嘴。你如今霉运缠身，最近几天肯定灾祸不断，再拖下去恐怕有性命之忧。要是真不想算，那我可就走了。说完，作势起身。我的话让男人浑身一颤，他抱着青蛙头套看向我，一脸活见鬼的表情。男人名叫王成峰，是在校大学生，平时利用课余时间打零工挣点生活费。最近几天不知怎的格外倒霉，好几次差点送命。原本阳光俊朗的小伙子，现在眼窝深陷，神情憔悴。我算。我重新坐下，先付钱500块。男人费力地掏出手机转账，收到钱后，我开口道：说说吧，最近都遇到了什么事？那天大家喝的都有点多，老板还专门叫了代驾，顺路送我回去。路上老板跟我聊了不少，问了我年龄、出生年份什么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就是那次聚会之后，我就开始倒大霉了，什么糟心事都遇上。起初还只是小事，顶多被狗追着咬，谈好的订单也各种理由黄掉。我以为只是近期运气差，就请了几天假休息。正好也有阵子没见廖成了，就去他家找他。到了才知道廖成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，脸颊都凹陷下去了。他父母哭着告诉我，他们也不清楚怎么回事，等医院通知时，人已经昏迷不醒了。王成峰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：后来在急诊室观察了1周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只能接回家休养。他妈妈说着说着，突然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问了我的生辰八字，还问我愿不愿意帮廖成。我当然愿意，就问怎么帮。他说我阳气足，让我晚上陪廖成睡一夜，让廖成沾沾我的阳气，说不定就能好转。我没多想，觉得就是一起睡个觉而已，便爽快答应了。晚上我和廖成睡一张床，他妈妈在我和廖成手腕上系了一根红绳，说这样我的阳气就能传过去，说不定廖成就好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冷，尤其是绑着红绳的那只胳膊冻得发麻，大半夜的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一床被子，就这么硬扛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廖成的妈妈为了感谢我，做了一桌好菜，让我吃饱了才走。几天后，廖成果然奇迹般的康复了。可我本来那阵子就挺倒霉的，自从廖成好了以后，我更是一倒霉到底了。王成峰抱着青蛙头套，脸上写满恐惧，咽了咽口水，继续说：昨天我走得好好的，一辆汽车突然直冲我撞过来，幸亏我躲得快，不然命就没了。这简直是不弄死我不罢休啊！陆大师，你帮我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看着他周身缠绕的2股黑气，我叹了口气。可怜的倒霉蛋，你被人借运了。你原本运势不错，先是被房产中介的老板暗中窃走了部分气运，后来又替重病的廖成承担了灾厄。常言道，不要轻易介入他人因果，你帮别人渡了难关，就得自己承受对方的劫难。你能活到现在，也算是个奇迹了。借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人的运势并非固定不变，有时会上升，有时会下降。有些人鸿运当头，事事顺心，也有人时运不济，处处碰壁。某些运气不佳的人，便会设法改变自身气运，这就涉及借运。那有没有办法把我的运气讨回来？可以。说着，我抬手在王成峰肩头轻轻一点，他哇的一声吐出一口浊物。好了，吐出这口晦气就没事了，往后运势会逐渐好转。这张平安符防水防火，你随身带着，能助你恢复气运。那家房产公司别再去了，老板心术不正，日后自有反噬。你那个朋友廖成家也暂时不要再接触。谢谢陆大师，我已经辞了职，肯定不会再去那家公司了。王成峰连连点头。吐过之后，他感到身体明显轻松了不少。不必客气，平安符1张500，
钱已经转给你了。对了，陆大师，是不是只要莫名其妙昏迷不醒，就是被人借运了？不全是，但得亲眼见过本人才能判断。怎么，你家里还有别人昏迷不醒？王成峰迟疑片刻，在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，是我一个同学，他突然就昏迷不醒，会不会也有什么问题？我扫了一眼照片，那是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，周身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黑气。你猜的没错，他的情况确实不对劲，而且比你的更严重。比我还严重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？去过哪些地方？或者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或东西？我没什么印象，他要是有什么事，一般都会告诉我。实在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，他就那么突然病倒了，病得很蹊跷。前一刻还在和我说话，转眼就昏迷不醒，挺吓人的。方便让我看看你们宿舍吗？不用进去，你开视频让我看看就行。方便，我这就回宿舍。王成峰脱掉玩偶服，把平安符仔细揣进口袋，轻轻拍了2下，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往回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难道是我命硬不好收拾？当然不是，是有人在暗中护着你，保护我。是谁？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。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。以后你会知道的，先回宿舍吧。好吧。王成峰离开后，我望着他身后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温和地说道：放心吧，他不会再有事了，跟我走吧。老妇人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。王成峰的宿舍还算整洁，只是此刻里面空无一人。他拿出手机和我接通了视频。陆大师，他们都不在，估计是陪女朋友去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举着手机在宿舍里缓缓移动。我仔细打量着宿舍内的环境，目光忽然定格在一个床铺上，眉头微微皱起。这张床铺周围弥漫着很重的煞气，还有使用过符咒的痕迹。我沉声问道：靠窗那个上铺是谁的？那是我好兄弟李成的床，就是我说突然生病的那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王成峰见我的神色凝重，慌忙后退了2步。陆大师，难道李成真的出大事了？我缓缓点了点头。王成峰顿时慌了神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陆大师，您可一定得救救他，李成是我过命的兄弟。我安抚道：别着急，先把你知道的情况仔细说给我听。李成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又是邻居，我俩关系特别铁。大概1个星期前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他刚吃了一口，突然就趴倒在桌子上了，当时吓坏我了，还以为饭菜有问题，赶紧把他送到医院。可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没醒过来，医生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。在这之前，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我这几天就在想，我和李成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你看我这几天倒霉透顶，他也突然昏迷不醒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陆大师，您说是不是这样？我肯定道：他的情况确实有问题，准确的说，这并非普通的病症。不是病，陆大师，那该怎么救他？您说，我一定照办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他爸妈也一定能做到。我沉吟道：他的状况比较特殊，我需要见到本人才能确定。这好办，我现在就带您去见他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晚上8点40分。现在过去不会打扰到他们吧？不会，李成现在在医院，住院部随时可以探视。那好，你过来接我吧。我同意了。王成峰骑着小电动载着我，2人一路疾驰，赶往李成所在的医院。带着我给的平安符，王成峰感觉浑身都轻快了许多。骑了20多分钟，我们抵达了市中心医院。住院部里静悄悄的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。李成住的是单人病房，听到有人进来，王梅赶忙擦了擦眼角，回头见是王成峰，还带着一个年轻人，以为是儿子的同学，夫妻俩也没多问。李碧山面容憔悴：小王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位是你们同学吧？叔叔阿姨好，这位是陆大师，他可厉害了，一眼就看出李成的并不寻常，是我特意请他来瞧瞧的。见我年纪轻轻，他们只当是孩子们胡闹，叹了口气：小王，我知道你关心楠楠，这份心意我们领了。不过晚上也不安全，看看楠楠就早点回去吧。就在这时，身后走进来一位老人。陆大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笑着打招呼：大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太好了，陆大师，我可算找到您了。这2天我满大街的找，怎么都找不着，可把我急坏了。老爷子说着，转头看向儿子，见他还在发愣，不满道：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陆大师，还傻站着干什么？快跟陆大师问好。李碧山仔细打量着我，父亲之前提过，在包子铺遇到一位很厉害的大师，跟活神仙似的，算得特别准。当时自己也觉得挺神奇，后来儿子病了，老爷子就整天念叨着要去找这位半仙，说能救孩子，没想到竟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清清秀秀的年轻人。王梅悄悄拉了拉李碧山的袖子，后者拗不过父亲锐利的眼神，只得略显生硬地向我问好。老爷子急得嘴角都起了泡。没想到陆大师您自己过来了，大师您快给瞧瞧，我孙子是不是撞邪了？李火旺赶忙拉开儿子，引我走到病床前。我只看了李成一眼，心里便已了然。他是被人借命了。什么借命？我点了点头。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不死，会用一些阴损的咒术，把他人的寿命转嫁到自己身上，这就是借命。李火旺又惊又怒：那个缺德带冒烟的王八羔子，我当眼珠子一样疼的孙子，他也敢借我孙子的命，我跟他拼了！我话音落下，王梅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她紧紧望着我。陆大师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求你，无论如何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李碧山搂住妻子的肩膀，轻轻拍抚了几下，又转向怒气冲冲的老爷子劝道：爸，您先别急，听听大师怎么说。大爷，我之前给你的符，你孙子是不是一直随身带着？带着，一直带着呢。
李火旺伸手去摸孙子的口袋，却只掏出了一把符纸烧尽的灰烬。他不死心的又摸了摸，依然只有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只剩一把灰了？刚开始他还不愿意带，是我说要停他零花钱，他才肯带着的。难道符纸用完就会化成灰吗？我解释道。他被诫命之后，本该当场猝死，是那张符替他挡了一劫，所以他现在只是昏迷。陆大师，能让我儿子醒过来吗？王梅泪眼婆娑，心疼地看着床上的儿子。我点头道：可以。抬手凌空画出一道符，符文化作流光飞到李成上方，骤然放大至人形大小，散发出柔和的金色光芒，缓缓没入李成体内。王成峰看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张大嘴看着床上的李成。李碧山和王梅的脑子仿佛瞬间停止了运转，呆愣地望着儿子。李火旺比他们稍好一些，只是腿脚有些发软，站不太稳。床上的李成动了动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就见一群人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吓得一个机灵。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怪吓人的。王梅回过神来，正要扑向儿子，却被李火旺抢先一步。我的宝贝孙子，你可算醒了，把爷爷吓坏了。等他们情绪稍微平复，我才继续说道：诫命是一种极为阴损的禁术，想要彻底解决，必须找到幕后施术之人，破除术法。我思索片刻，问道：你们家族里是不是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意外离世？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，连这种事陆大师都能算到，真是太神了。李火旺兄弟三人，他排行老三。大哥李家旺有2子1女，大儿子当年修屋顶时意外坠落身亡。过了几年，二儿子年纪轻轻却突发心梗去世。二哥李兴国有1子1女，儿子前几年外出乘坐大巴时遭遇翻车，全车人就他一人不幸遇难。他们都觉得事情蹊跷，李家3兄弟一合计，怀疑可能是祖坟有问题，于是托人请了位风水先生，重新选了块吉地，迁了坟，各家阳宅的风水也都调整了一遍，确保阴阳两宅都没问题才放心。之后这2年一直平安无事，大家以为已经化解了，没想到自己孙子又出了事。李碧山回想我刚才的话，试探着问道：难道他们也都是被诫命了？我肯定道：把难道去掉就是被诫命了。王梅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紧紧攥着儿子的手。这么严重，那我儿子会不会有危险？放心，他性命无虞。你们家族里有没有年纪特别大的长辈？必须是直系血亲。我这一问，众人虽不解其意，还是认真思索起来。李大伯想了半天说道：我有个堂叔，年纪最大，今年90了。不是他，那人年纪应该超过100岁了。你们再仔细想想。李火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家族里有这么高龄的人，无奈只好给大哥打去电话，说明了情况。李老大也思索良久，忽然想起一个人。老三，咱们家好像有位大姑奶奶，年纪好像不小了，得有100多岁了吧？就是大凤她娘，你再想想。她不是早就过世了吗？没死，前阵子还有人看见她回村里了。挂了电话，李火旺看向我，他开了免提，对话内容我自然也听到了。我点点头，应该就是他了。能找到他吗？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不过我很早以前见过大凤，知道他还有个小儿子，或许能联系上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。好，那就联系一下试试。那我们明天回老家看看，既然有人看见他回村了，说不定就在老宅子里。李火旺费了些周折，终于联系上了大凤的小儿子李完。毕竟是别人的老宅，自己去不太合适，还是叫上他一同回老家查看比较妥当。离开医院后，我买了些黄纸和朱砂，回到家连夜绘制了不少符咒。李成的诫命术没有成功，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要么再找其他人下手，要么另想办法。所以必须尽快找到施术者，到时难免会有冲突，多准备些符咒总是有备无患。第二天一早，李碧山开车接上李完，一行4人马不停蹄地赶往老家。李火旺的老家在邻市的李家村，离晋江市不算太远，车程大约1个多小时。我取出3张平安符，仔细折成3角，依次递给他们，叮嘱一定要贴身放好。谢谢陆大师。李火旺如获至宝，非常郑重地放进上衣内袋里。李碧山也认真地装进带拉链的裤兜。李完没见过我，虽然李老头介绍说是位很厉害的大师，但他心里对我还是半信半疑，也没太在意，随手把符纸塞进了手机壳后面。沉默良久，李完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这事儿还得从几10年前说起。有一天半夜，我父亲李官口渴起来喝水，开门却看见母亲跪在自己卧室门口磕头。李官再不懂事也知道，长辈给晚辈磕头，晚辈是要折寿的。当即和母亲大吵了一架，之后母亲没再磕过头，李官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半年后，他7岁的儿子爬草垛玩，草垛突然塌了，孩子被压在下面，活活闷死了。悲痛欲绝的李官2口子却发现，母亲原本花白的头发突然变黑了，脸上的皱纹也少了许多，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。李官觉得蹊跷，和母亲争吵时，发现他脖子上戴了一块黑色的玉佩，上面好像刻着字。李官一把拽过来，看清之后惊呆了，上面刻的竟然是他儿子的生辰八字。李官如坠冰窟，质问母亲儿子的死是不是跟他有关。是又怎么样？你是我生的，你们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我现在只是要回来，有什么问题？夫妻俩抱头痛哭了一整夜。后来李官和妻子搬去了外地，从此和母亲断了联系。几年后，2口子老来得子，又生了小儿子李完。李完4岁时，李官意外去世了。李完20岁那年，母亲也患癌症去世了。也许是因为老太太不知道李完的存在，她一直平安活到了现在。这些事
还是我娘临终前告诉我的。她总觉得父亲的死和她自己的病都跟奶奶有关，所以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老家，也不要和村里人联系。对于借命这种事，我一直不太相信。时间久了，这件事也渐渐淡忘了。我这么多年从没回过村，也不知道村里发生了什么。昨天你们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件事。唉，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李老爷子气得直跺脚，骂骂咧咧地挥舞着手臂，恨不得立刻掐死那个老太婆。这他娘的算什么母亲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！他居然想借亲孙子的寿，简直猪狗不如！祸害完自家人，又去祸害别人，老天爷怎么不降道雷劈死他？我眼中寒光一闪，语气却异常平静。无妨，既然天道不收他，那就由我来收。李碧山同样满腔怒火，但握着方向盘不敢有大动作，只能跟着父亲骂了几句。李纨则满面羞惭，无论如何，那毕竟是自己的祖母，做出这等事，让他也觉得无地自容。我看出了他的窘迫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不必感到自责。李老爷子骂够了，才转头安慰李纨：大侄子，别往心里去，就当没这门亲戚，也不用为他造的孽愧疚，你也是受害人。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一行人很快抵达了李家村，村里都是窄窄的巷道，越是接近李纨家的老宅，我越是清晰地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。直到站在那栋老宅门前，里面汹涌的煞气几乎凝成实质，弥漫在宅院四周。我扫视一眼，眼底掠过一丝冷意。这宅子里有邪物。李老大和李老二知道弟弟今天要回来，早早便带人在门口等候。得知借命一事关系重大，他们不敢怠慢。见到李老爷子，两人赶紧迎上来。老三来了，你请的大师呢？李老大目光扫过几人，误以为李纨就是大师，连忙上前握手。李老爷子拦住他，指向我说道：错了，这位是大凤叔的小儿子李纨，这位才是陆大师。李老大和李老二一脸错愕，上下打量着我，满脸难以置信。老三，就知道你办事不牢靠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另请了一位道长，不然今天这事儿非办砸不可。二哥，不可对大师无礼，年纪不代表本事，千万别小瞧陆大师，他是真有能耐的。我这才注意到两人身后站着一位身着道袍的男子，年纪不大，约莫30出头，头挽道髻，背后附着一柄桃木剑，周身萦绕着淡淡的道法，灵光与功德金辉，应当有些道行，但不算深厚。那小道士也在观察我，他敏锐地察觉到我身上散发的灵气，没料到这位小兄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修为，灵力似乎还相当精准。一个眼神交汇，双方都已对彼此的实力有了初步判断。知晓是同道中人，小道士主动打了个旗手。贫道毛小凡受李先生所托，前来化解此地阴煞。这位是陆大师，是我专程请来为孙儿破解煞局的。这时李老大开口道：既然两位都到了，那便一同进去看看吧，人多也好有个照应，酬劳方面我们都会支付。一行人步入院中，院子里荒草丛生，显然久未有人打理。毛小凡也感应到了浓重的阴煞之气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李纨正要伸手推开正屋的门，那门却突然自行打开了，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阴风猛然卷向众人，狂风裹挟着沙尘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我并未受到任何影响，目光径直投向屋内，只见一道黑影倏地窜出，直扑李纨心口而去。毛小凡反应极快，一把将李纨拽到身后，同时抽出桃木剑刺向黑影。下一秒，凄厉的惨叫声响起，黑影吃痛连连后退。黑影停住动作后，阴风也渐渐止息。待看清眼前之物，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是个什么怪物？毛小凡看清黑影样貌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与此同时，李碧山惊恐地拽着几位老人，连退数步。这到底是人是鬼？只见一只体型异常魁梧的猴子蹲在那里，脸上布满红蓝相间的诡异斑纹，下巴处生着一撮橘黄色的山羊胡，此刻正捂着受伤的前肢，发出滋滋的怪叫。我开口道：这是靠食腐尸吸鬼魂长大的山魈，至阴至邪，这东西凶残暴力，速度奇快，大家务必小心，别被它抓伤或咬到，其爪牙含有剧毒。闻言，三个老头极有默契的一溜烟退到了大门外，扒着门框紧张地朝里张望。那山魈身后缓缓浮现出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妇人，她身上的阴气比山魈还要浓重数倍，此刻正用一双阴毒的眼睛死死盯着众人。你是李纨？李纨难以置信地望着他。你就是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奶奶？按年纪推算，他应该已有103岁了，可脸上的皱纹竟比李纨还少，看起来反而比他更显年轻。我是李纨，李官是我父亲。没想到他还留了你这么个小崽子，可惜了，早知道你的存在，我就不必去找别人了。老妇人阴森森地笑了2声，抬手举起一团黑气，缓缓渡入山魈体内。山魈陶醉地吸食着黑气，前肢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转眼间便恢复如初。靠，这就好了。师傅啊，师傅，这回你可把我坑惨了，还说什么小事一桩，这分明是要命的差事。完了完了，道爷我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我面色如常，缓步走到毛小凡身旁站定。毛小凡看了看身边的我，咽了口唾沫，硬着头皮说道：陆道友莫慌，你我联手定能灭了这妖邪。后伤势痊愈的山魈双眼骤然变得猩红，猛地跃起，速度快如闪电，直扑毛小凡面门咬去。毛小凡抬剑格挡，桃木剑竟被震得脱手飞出，山魈一爪子抓在他胳膊上。
但在触碰到毛小凡身体的瞬间，他身上的金光滋啦一响，烫伤了山魈的爪子，发出一股焦糊味。山魈吃痛，瞬间暴怒，呲着獠牙狠狠朝毛小凡脖颈咬去。眼看那锋利的獠牙就要咬上毛小凡的脖子，我右手一抬，一枚泛着金光的铜钱脱手飞出，精准地打在山魈的眉心。扑哧一声轻响，山魈眉心被洞穿，动作骤然僵住，猩红的眼睛瞪得滚圆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会被如此轻易地击中要害。紧接着，他全身剧烈抽搐起来，周身黑气疯狂外泄，发出凄厉刺耳的尖啸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砸起一片尘土。这就解决了。毛小凡惊魂未定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确认完好无损，才心有余悸地看向地上迅速干瘪、化为一滩黑水的山魈尸体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复杂。他知道这位陆道友不简单，却没想到实力竟强悍。至此，我目光一凝，低喝一声：“小心！”几乎在山魈毙命的同时，那老妇人发出一声怨毒无比的尖叫，枯瘦如鸡爪的手猛地一挥，数道阴寒刺骨的黑气凝成利剑，悄无声息地分别射向毛小凡、李纨以及门外的李家几人。毛小凡反应不慢，手忙脚乱地召回桃木剑，剑身泛起一层青光，勉强隔开射向自己的2道黑气，却被震得虎口发麻，连退数步。李纨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黑气袭来。然而，就在黑气即将触及李纨身体的刹那，他手机壳后夹着的那张平安符突然爆发出刺目的金光，形成一个薄薄的光罩，将他护在其中。黑气撞在光罩上，发出嗤嗤的消融声，如同冰雪浴火般迅速消散。门外传来李老二的痛呼，他离得稍远，又被李碧山下意识拉了一把，黑气只擦中了他的手臂。只见他手臂接触黑气的地方瞬间变得乌黑发紫，一股阴寒剧痛直冲脑门。李老大和李火旺因为有平安符护体，金光一闪，袭来的黑气便被驱散，安然无恙。孽障！我冷哼一声，身形一晃，已挡在众人之前，双手掐诀，一道更为璀璨的金色符印自我掌心飞出，迎风而长，瞬间笼罩了整个院落上空。符印散发出浩然纯阳之气，如烈日当空，院中弥漫的阴煞之气被这金光一照，顿时如沸腾破血，发出滋滋怪响，迅速消融退散。那老妇人首当其冲，被这纯阳金光一照，周身浓郁的黑气剧烈翻腾起来，发出痛苦至极的嘶吼。原本还算年轻的面容，在金光照耀下迅速苍老干枯，露出了他真实的面目，一个满脸褶皱、眼窝深陷、浑身散发着腐朽气息的百岁老妪。不，我的法力，我的青春，以亲族血脉为引，行此逆天禁术，侵害子孙，罪不容诛。我声音冷冽，不带一丝感情，抬手一指，空中那道金色符印骤然收缩，化为一个金光闪闪的阵子，朝着老妇人当头压下。他还想挣扎，周身爆发出最后一股黑气，试图抵挡，但在纯阳镇字符面前，这点反抗如同螳臂当车，镇字符轻易穿透黑气，烙印在他的额头上。老妇人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像被抽干了所有水分，瞬间干瘪下去，最终化作一捧飞灰，被院中残余的金光彻底净化，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。院中阴冷的气息一扫而空，阳光似乎都重新变得温暖起来，若非地上还残留着山魈化成的黑水痕迹，以及李老二受伤的手臂，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从未发生过。老二，李老大和李火旺连忙扶住脸色苍白的李老二，毛小凡也赶紧走了过来查看李老二的伤势，只见那乌黑发紫的部分正在缓慢向上蔓延，透着不祥的气息。好厉害的阴毒！我来。我走上前，双指并拢，凌空画了一道驱邪驱毒的符咒，点向李老二的手臂。金光渗入皮肤，那乌黑之色如潮水般退去，剧痛也随之消失。我声音冷冽，不带一丝感情，抬手一指，空中那道金色符印骤然收缩，化为一个金光闪闪的阵子，朝着老妇人当头压下。他还想挣扎，周身爆发出最后一股黑气，试图抵挡，但在纯阳镇字符面前，这点反抗如同螳臂当车，镇字符轻易穿透黑气，烙印在他的额头上。老妇人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像被抽干了所有水分，瞬间干瘪下去，最终化作一捧飞灰，被院中残余的金光彻底净化，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。院中阴冷的气息一扫而空，阳光似乎都重新变得温暖起来，若非地上还残留着山魈化成的黑水痕迹，以及李老二受伤的手臂，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从未发生过。老二，李老大和李火旺连忙扶住脸色苍白的李老二，毛小凡也赶紧走了过来查看李老二的伤势，只见那乌黑发紫的部分正在缓慢向上蔓延，透着不祥的气息。好厉害的阴毒！我来。我走上前，双指并拢，凌空画了一道驱邪驱毒的符咒，点向李老二的手臂。金光渗入皮肤，那乌黑之色如潮水般退去，剧痛也随之消失。李老二长舒一口气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连连道谢：“多谢陆大师，多谢陆大师救命之恩。”李纨看着地上的飞灰，又摸了摸完好无损的手机壳，心情复杂难言。他走到那堆灰烬前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最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既是告别，也是彻底了断这段孽缘。我对李家众人说道：“此间事了，借命术已破，源头已除，李成和你们家族其他人不会再受其害。此地阴煞虽除，但终究是凶宅，不宜久留。日后最好莫要再靠近。”
李家众人感激涕零，李老爷子更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厚厚酬金，说什么也要塞给我。毛小凡也拿到了自己的那份报酬，虽然过程惊险，但结果圆满，他也算不负所托。陆道友道法高深，贫道佩服，日后若有缘，还望多多指教。毛道友客气了，承蒙相助。辞别了李家众人和毛小凡，我带着丰厚的酬金，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归途，解决了这一桩借命公案，不仅帮了人，积累的功德也越发浑厚了。看着城市璀璨的灯火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接下来该去小吃街好好弥补一下昨晚没吃尽兴的遗憾了。